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8月到了，咱们讲的新剧吧，《星汉灿烂》有点太好看了，尤其是扮演女主程少商的是95后演员赵露思，在剧中更是有突出表现。作为一个90后的老阿姨，这些日子里总是一边刷《星汉灿烂》，一边感慨年轻真好啊。年轻人的故事美好，而年轻演员演绎这样的故事，更是丝毫没有违和感。比如赵露思在剧中的这个小动作，捂脸的尴尬以及转身叉腰的佯装凶悍，这一切恰如其分的表达，就像是长在演员的骨头里的，看起来是那样的自然，那样可爱。而演员赵露思这个全剧最可爱的动作背后，隐藏的是程少商鲜为人知的辛酸。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，还是在现实生活里，一个强悍的母亲大多会拥有一个死犟的女儿。两个性格强势的女人针尖对麦芒，彼此不相让，很难创造和谐的亲子关系。那么在强悍的母亲和死犟的女儿中，谁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呢？是母亲。无论在友情还是爱情中，我们都可以强调平等和及时回报。就像少商和楼瑶，这一秒我对你温情脉脉，下一秒你还我一个会心的笑。今天我给你找来美食，明天你喂我一颗果干。但亲情，尤其是亲子关系，不是这样的。亲子关系更像是种庄稼，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婴儿，他需要仰赖别人的照顾，他更加没有能量给身边的人以实质性的回报。在孩子成长的几年甚至10几年里，父母需要不断的单方面付出，熬过了辛勤播种的春季，拔节抽穗的夏季，到了秋天，果实才能长出来。自己之前付出多少，付出的方法是否正确，才能得以检验。剧中的少商无疑是聪明的、独立的，但尽管如此，他依然无法在母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。母亲从战场归来的时候，他对母爱有期待，但母亲没告诉过他怎么表达期待，所以他不可能自学成才。后来少商对母亲所有的抗拒、不满，甚至是决绝离开，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就像影片开头胖妮提到的那个全剧最可爱的动作，少商明明是害怕母亲的，害怕到恨不得立即隐身，但是在母亲持续的高压注视下，他不得不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叉起腰来，佯装强悍。为什么要佯装强悍？因为对方攻击性太强，如果不在两人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墙来抵御这种攻击，自己将会万箭穿心，体无完肤。为什么强悍的母亲大多会拥有一个死犟的女儿？这不仅是因为强悍的基因会遗传，更是因为在关系中占据从属地位的女儿在自我保护。她很怕疼啊，但今日退了一步，明日更加没有发言权。今日喊一声疼，明日会招来更多的看不起、瞧不上，所以挨了军棍，疼到浑身发抖，她也要把痛苦调成静音模式，用不求饶来对抗母亲。她前不久刚挨了母亲的打，看到那张脸，伤口就隐隐作痛，但这次若不严守底线，就等于默认母亲的干涉，找什么样的婆家，怎么找，甚至什么时候找，都要放权给母亲。所以他明知道自己表现得很可笑，也要像一只小奶狗一样呲牙，将楼瑶护在身后。然而这样死犟的女儿，面对堂姐的舅母，立即化身成主动推荐美食的乖顺女孩。和三叔母告别时，一边洒泪一边絮絮嘱咐，身段柔软，俨然贴心小棉袄。这些足可见死犟女儿的犟是有因果的，而这个因在母亲自己身上。亲子关系是很讲缘分的，若是善缘，亲与子之间能够彼此欣赏，互相鼓励和赞美；若是孽缘，亲与子三观相差甚远，你的闪光点恰好长在他的盲区。星汉灿烂中，人人说程少商长得美，母亲却觉得外表不重要，性情最重要。好吧，那就论性情，人人都说少商活泼灵动，母亲却认为女孩子嘛，文静乖顺才好。母亲评定有才华的标准是识字是否多，诗文是否通达，而少商的才华则长在母亲向来不重视的土木工程领域里。这种亲子之间认知的错位，真的不是剧情刻意夸大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也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一个被周围所有人夸人品好、忠厚孝顺的儿子，就因为长得瘦小、皮肤黝黑，被父亲嫌弃几10年。
一个学习成绩好，比赛每拿奖的别人家的孩子，就因为做农活和家务不够麻利，从小被母亲骂废物，没一点用。一个在路边的垃圾箱里看到奄奄一息生病的小狗，央求着救救他的孩子，被着急回家做饭的母亲一脚踹在屁股上，抓着胳膊拎走。胖妮有的时候会觉得，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感情。如果不是深深地沉淀进生活中，你压根不知道不同家庭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是如此之大。一个人是要有什么样的修行，才能让自己的闪光点恰好长在家人的审美点上啊？如果泱泱是萧元一的女儿，如果三叔母是程少商的母亲，那多好啊！而这样美好的愿望也不过是一想罢了。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，父亲还是儿子，都首先是人。很多时候，人的社会责任感是无法战胜生物本能的。摊到一个自己欣赏不来的小孩，这是小孩的不幸，也是父母的不幸。承认不爱真的没什么。就像程少商从母亲一次次偏爱堂姐贬低自己开始，他对这段母爱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。但他后期的困惑却主要来自于母亲不肯承认自己不爱。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？最爱你的人就是父母。萧元一被这样的观念绑架，同时又没法真的违背自己的内心。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做法非常拧巴，明明口中讲的都是泱泱，灯会上给泱泱买珠钗，都没给少商买一只。然而别人一说他偏心，他就跳脚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偏心的父母是会被道德和舆论谴责的，他不要这样的人设。明明很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，却非要将其冠以爱之名。因为他都不能原谅自己对少商喜爱的有限。这部剧播出之后，也有很多人以嘴硬心软、不善于表达、不肯服软为由，试图将萧元一的母爱合理化，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他对少商就是爱的少吗？可他也不是有意的，就是性格不合，理性没能战胜感性，母性没能战胜个人好恶吗？在这一点上，我特别欣赏少商。少商对感情的处理干净利落，他看似冷漠，但他比母亲包容。虽然母亲不爱自己这件事让人伤心，但他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纠结，一直打转，而是坦然接受，转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精彩世界。据说《星汉灿烂》这部剧的原著作者和知否是同一个人。胖妮以为这位作家在感情上极为清醒，所以他才能塑造出盛明兰、少商这样的角色吧。继续追剧中，欢迎大家留言一起探讨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